嗨，我是格西麦可罗区，欢迎回到龙树系列课程《正者龙树的教义》，称为智慧两个字，智慧。我认为书名很好的反映了龙树的风格。他喜欢写简洁、甜美的东西，非常诗意，非常简短，还带点神秘。事实上，我们将这个系列称为章节之谜。我们这样称它是因为这第一堂课我们要来复习之前学过的内容。目前为止，龙树系列课程已经进行了3期，总共会有5期。过去的3期，我们学习了全部27章中的17个。我不确定你是否在持续学习，每次我回头再次备课时，不禁会想，为什么章节是按这个次序呢？首先，这有点不寻常，写一本有27个章节的书，其中一些章节有20句寄颂，20句寄颂，还记得它是诗吗？而有些章节只有2句或3句寄颂，这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。好几个世纪以来，近2000年，人们一直苦苦思索，他的章节为什么按这样的次序来写呢？在他提出的不同观点之间，很难看到其中的关联，不容易看到任何明显的脉络。每个章节独立看都很优美，完美的教授。部分章节显然是串联在一起的，章节的组合有2-3章一组，明显是在一起的，但是没有清晰的逻辑流贯穿全部的27章，所以提姆和我就有了个点子。我们使用的这个问世，作者是丘尼朗吗？很明显，他本人也对这个问题很纠结。当他解释章节的逻辑流时，有点作弊。他编造了一个逻辑流，然后将章节套入那个逻辑流。所以当他解释这个逻辑流时，是不按次序的。比如说，第1章被摆在中间，很奇怪啊。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告诉你这些。他说这是龙树的逻辑。除了《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等知名经典之外，这本是关于空性最知名的著作。但它逻辑流的含义却不显而易见，所以我们决定给正在听课的所有人一个特别的挑战。我们会请你们3-4个人组成一组。我想如果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会很酷。公布规则之后，我们会弄清楚。每个小组3到4个人一起尝试弄清楚为什么这本书按照这个顺序呈现，然后报告他们的分析推理，或提出他们的逻辑流建议。每个小组分别进行，我们会坐下来观看所有小组的诠释。龙树喝醉了吗？或者他有多动症吗？或是真的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原因隐藏在逻辑流背后？通常这些伟大重要的古老书籍，他们做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，背后总是有原因的。我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尝试搞明白他们在想什么。当他按照这个次序编排时，在想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我昨天在教《金刚经》，
大部佛经中也有同样的问题，如果你仔细读它，看很长一段时间，对它仔细思考、静思，你可以看到逻辑流，你可以看到那部经里神圣的逻辑流。我向你们挑战，请用这个方法研究龙树的智慧。我们会有一场小小的竞赛，你们3-4个人一组，汇报你们认为的顺序。我真的鼓励你们去对它冥想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弄乱顺序，因为他要让我们去思考。然后突然间我们开始思考这本书，也许这就是它的原因。对了，没有人可以用这个，这是我的简报。他是故意弄乱的吗？好让我们必须认真思考。我希望的是你们和我都不得不想想顺序，对顺序做冥想，那是真正的空性冥想。随着课程进行，关于这个挑战我们将公告更多的细节。这第1堂课是复习课，我们已经讲了17个章节，他们称为章节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记得吗？对，西部语言是梵文是，但它是什么意思呢？辩证。是的，辩证，或者我偶然发现了这个译法，我想到另一个译法，称为研究，对不同观点的27个研究。每一章节探究一个问题，这也很龙树。他喜欢研究，喜欢挖掘，看看事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。实际上，这里有27章，每一章称为一个研究。接下来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复习前17个研究。顺带一提，我会给你们线索，好让你们在提出章节顺序的想法时，可以容易一些。部分章节串联在一起，坐下来想27件不同事物的逻辑流，有点难。但实际上大约只有12或15件事，部分章节明显是属于一起。今天我会和你们一起复习，以减少你的工作量。你不必研究27个不同的关联来找出逻辑流，你只要研究逻辑流中的12个或15个不同的连结。我会帮你们。现在，当我复习这些章节时，我会引用那个著名段落，丘尼喇嘛的论释的开头。对我来说，我会反复读这部分，因为我一直想知道，为什么龙树这样写？为什么他这样写？为什么正者龙树那样跳来跳去？他的逻辑是什么？很显然，丘尼喇嘛也被这个问题困扰。他给了一个答案。他说：“这就是逻辑流，这27章的逻辑流。”他给了答案，但他没有按照顺序。他改变了章节顺序，让它符合逻辑。他作弊。今天我也要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也要作弊，引用丘尼喇嘛的顺序。我会教你们，跟你们解释他如何看待每一章的内容。我会采用他的次序，当调回龙树次序说明。当解释逻辑流时，他把第1章放到第2和第3章之后混在一起。我会调回他们的次序，最后形成对我们目前所学的所有观点一个很好的回顾，不按照顺序。丘尼喇嘛并没有按照顺序，我甚至不去试图解释为什么。
他为什么在第1章之后讲第2章？为什么龙树从这个主题去到那个主题？我只会讲丘尼喇嘛对每一章节的简短解释。我按丘尼喇嘛的次序，我将按照龙树的顺序来讲丘尼喇嘛，然后它便不再有任何意义。但至少你会对每一章做一个精彩回顾，然后这就是你的问题了，这是我向你提出的挑战，一种作为老师的挑战。你们这些人，大多数人会在此生成为老师，这个挑战有助于你成为老师。它让学生成为过程的一部分，让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，一起努力搞明白这本书，这是做评论的最好方式，这是最好的教学方式。要求学生帮助你解决棘手的问题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，不仅教了学生，也教了老师，这是件健康的事情。作为老师，你可以从学生的想法里学到很多，有些显然是完全愚蠢的想法，开玩笑的，他们都很有趣，也很有启发性，他们刺激你的大脑。所有人对这本书就有了更好的理解。也许龙树写下章节，接着把章节名称放到罐子里混在一起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取出来，也许吧，有可能。好的，让我从书名开始，我觉得它很精致。这本书叫做在第1段第1行，顺便一提，这些都是我的笔记。谢谢你把这一切准备好，提姆，我知道你已经很忙了。这里让我们看一下不同的单词，意思是中观派。基本上，在厨房的例子里，回到家，你的老公突然骂你，在厨房里有2个极端，一个是他骂你是因为他今天过得很糟糕，或者他骂你是因为他饿了，或类似的原因。骂你的原因都不是你的错。如果你相信老公对你的大吼大叫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原因，与你个人无关，这是其中的一种极端，就像路旁的沟渠，我们不希望车子掉进沟里。我将那条特殊的路是条泥土路。州和县政府不出钱修我家那条路，我们要自己出钱修。我们的马路两边都有一条大沟渠，非常的安全。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喝醉的人掉进去，他们的车掉进沟里，没有人起诉他们，因为这是一条私人道路。我们告诉大家不应该开到这条路上来。想想一边的沟渠，就是这个极端的想法，或说极度错误的想法。你的老公之所以对你大吼大叫，跟你过去做过什么没有关联，这是一个极端。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？要猜猜看吗？如果他不是来自于他自己，他根本不存在。关于第二种极端，有一句著名的评论：没有对空性的错误理解，你就不会去到第二个极端。如果有人向你解释空性，在解释的最后，你觉得你的老公从未存在过，或者压根不存在，因此你完全有理由忽略他，你会进入另一种麻烦。所以中观意味着穿梭于中间，从两个错误想法之间通过的道路。那个老公不是我的错，而如果他不是我的错，他就不存在。厨房里没有不是我的错的老公，明白吗？好的，这是中观，意思是根本文。根本文或最重要的，
最基本的、最经典的关于空性的主题。很多人会把这2个字写进标题里，但它们不属于标题，只是副标题。真正的书名只有般若智慧。将书名命为智慧，不是很龙术吗？当你学习翻阅它时，试着这样想，它是中观的根本文。龙树希望你优雅、简洁地去思考它。这似乎是正者的标志。智慧，它就命名为智慧。的意思是一种诠释。有人要解释一下中观的根本文，智慧。那个人就是丘尼喇嘛。意指是关于龙树大师真实义的论释。对了，目前讲的这些中国西部语言都是副标题。在英文中，我们用主标题、冒号和副标题；在中国西部语言中，却是副标题、冒号和主标题。所以真正的书名在后面。的意思是一艘小艇或船。什么是100美元吗？不，10美元。一架飞机，一艘飞越天空的船，很可爱，对吧？顺便说一下，的意思是三角形，指的是船的船头。谁在记账？我们让艾丽看一下录影吧。好的，约书老师，题目得到10美元，对，10美元的题目，所以指的是一艘船，是梵文。我想谈谈，因为通常指的意思是进入或从事某件事情，但当你讲到穿越广阔的空间的一个旅程时，具有特殊的含义，意思是一个进入点，像是入口。什么是你的入口呢？出口港又在哪里？是洛杉矶还是广州？你将在哪里进入大海？有点这个意思。你将从哪里出发，开始越洋之旅？这就是梵文。然后他说，进入海洋。他称海洋为推指、逻辑或推理，也可以是清晰思维。现在这里有几个双关语。正理海是宗喀巴对智慧所做的论释的书名。宗喀巴对智慧一书写了本单独的论释，命名为正理海。这里有个双关语或笑话。丘尼喇嘛说，你看宗喀巴写了本书叫做正理海，来诠释人数。但在我看来，如果你只用那本书，你将淹死在正理海里，很有趣啊。他说，你需要一艘船，你需要我的论释，来读懂宗喀巴对龙树的论释，否则你永远无法游到广州。你需要我的船，很可爱。他没有对此大做文章，他没有提到这些，但知道的人就会知道他在说这个。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事，是些什么事呢？有引起你们的共鸣吗？有2个著名的
入不萨行论和月称大师的入中论，月称大师对龙树的伟大论释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了另一个双关语。月称大师引领你，我也引领你，我将带你进入这本书，我将送你开启旅程。通常意味着，通常指穿越海洋，所以有一个特定的含义。宗喀巴和丘尼喇嘛很聪明的用它来秘密的影射月称大师。月称大师对龙树的诠释是印度之后对空性教义最伟大的著作。印度之后，在藏地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不一定指的是龙树，而是月称大师对于龙树的诠释。月称大师生于大约350年后。现在这里还有另一个双关语，以防万一你想知道，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一整天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努力读完这本书，意指逻辑或者是推理，但不是一般的推理，而是对的秘密影射。理据六论，理据六论，作者是谁呢？龙树。智慧只是其中之一。尼克刚刚译完其中一本，叫做《60正理论》。举例来说，还有《宝鬘论》，非常著名，非常受欢迎，有6本关于理证的伟大著作，称为。这不是校正，那它只是本关于理证的书吗？它是逻辑文本吗？它是量论正确感知的文本吗？他们说不是的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空性的理论，证明空性的理论，它本身很好的说明佛陀一句著名的教义。佛说，优秀聪明的学生，他们想要有个同义词，意指他们想要无限多对空性的解释。一个很好的佛弟子很聪明，事实上，聪明的佛弟子的标准就是想要多多学习对空性的解释。有人提问，你说我懂啦，我理解一和多这个问题，我懂啦。还有因理论，你还有其他的空性理论吗？所以，真正的好学生的标志，一个聪明的学生，有极高智力的学生，讲到空性时，他们渴望更多对空性的解释，他们祈求更多对空性的解释。那种永不满足的学生，想要更多对空性的解释，就是那种差不多会直见空性的学生，是以这种方式识别的。那么我们如何回应那些说，讲得太多啦，讲太多逻辑啦，这简直太多了，听起来有点像。对，讲的就是你。实际上，这是对佛弟子、佛教徒的侮辱。说他们不想要更多的教授，他们受够了空性的教授，或者是他们累了想离开，只想要什么都不想。而如果学生不渴望学更多对空性的解释，则看成是学生的过错。那我们会说，他们需要学多些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学到足够的知识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他们学的还不够。这是我们的传承，不是从我的老师开始的，不是从圣多纳开始的，它始于龙树，始于佛陀。佛陀有多少经论和密续呢？仅存的
有990，据说曾经有上万部，但只有990部直接教义留存于世。ALL 通过超凡的努力，把这些古籍录入电脑并保存下来，保存了全部的990部，已被全部输入，全部免费放在网上。祝福约翰·布莱迪和 ALL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感恩，能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理论。为何万物是空的？为何万物都具有空性？这让我联想了一个很棒的话题。能断金刚出版社还有混合坚果，指的是一群属于能断金刚经典翻译小组的疯狂译者。他们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，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。还有乌帕拉尊者、季美尊者、德罗莎、范格里肯。他们刚出版了《空性冥想》，一本关于空性冥想的书，作者是丘尼喇嘛，而且他有多少个？58个对空性的证明，对不起，38个对空性的证明，38个空性冥想的方法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精明的学生，一个聪明的学生必须要有这本书，只是把38个空性冥想放进一本书里，显得有点残酷。如果你不同时教导奢摩他，如果你不提供如何做38个空性冥想的工具，只是丢给人们38种空性，38个空性的论证，而不给人们培养冥想专注力的工具，让他们得以深入空性冥想。我会说那本书并不完整，所以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启发。丘尼喇嘛启发了我们，他说把奢摩他的教授加进去，就是毗婆舍那38个空性冥想，加入这个，给自己找到奢摩他的好教义，并将它加进这些冥想里面，你就可以达到需要禅定的状态，真正对空性的证明做冥想。你需要另一本书来研究如何对空性教义做冥想。我们就有了灵感，启发我们的是龙树。龙树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冥想次第》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冥想次第》。冥想的步骤阶段，它是一部卓越、性感、甜美、广泛的诗歌，讲到空性与冥想的联系。接着，在这之后大约500年，一位伟大的佛法老师莲花戒大师，他说：“我喜欢龙树的这首诗，它是一首伟大的诗，但它需要更多的细节、实用的细节，比如说如何布置你的冥想座位，如何设置祭坛。当你尝试冥想时，会遇到哪些常见的问题？”他说：“我们需要更多结构化的东西，所以他偷了龙树的书名，写了一本书，叫做……他去到印度各个地方教学，还去中国西部教学，甚至把它交给中原地区的中国人。所以，你有了3个不同的版本。”莲花戒大师的冥想次第，从龙树偷来的书名。这3个版本，也可以说，一个来自中国、中华民族、藏地和印度。现今我们仍有这3个版本，3个版本都幸存于世。我们甚至还有其中一本的梵文本，我们采用了丘尼喇嘛的建议，在这本空性冥想的书里面，有翻译好的龙树的冥想次第，有莲花戒大师的
你想是第一个还是第三个？总之3个里面的一个，他盗用了书名。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冥想指南。我还没讲完。帕崩克仁波切在莲花戒大师之后多少年呢？基本上莲花戒大师之后的1000年，不太多了，14吗？1200年左右吧。他把莲花戒大师的作品放到道次第里面，仿效宗喀巴的做法，他写了一部优美实用的作品，教我们如何用莲花戒大师的冥想来读龙树，来对龙树的书做冥想。我们把它翻译好，并放进书里。帕崩克仁波切的学生赤江仁波切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，他雕刻了一张不可思议的画，叫做冥想次第。他偷了名字，还叫做一个贼偷了某人家里的电视机后，晚上回家途中被抢劫了。劫匪打了小偷，意思是赤江仁波切偷了帕崩克仁波切从莲花戒大师那儿偷来的名字，而莲花戒大师又是从龙树那儿偷来的，他们都使用了相同的名字。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呢？如果你真的想要学到更多的空性教义做冥想，我建议你去买这本书，书名叫做《空性冥想》，作者是丘尼喇嘛的著作，它是关于如何冥想的最甜美的教义。冥想太难了，你真的需要一个做了很多冥想的人。冥想的组合是一个人在世的人，一个可以将这些冥想步骤传授给你，并且带领你做冥想的人，如何修习奢摩他，以及毗婆舍那或空性的意义，更深的意义。我们非常幸运有约翰·布莱迪 ALL 亚洲经典传承图书馆的总监，和他的妻子康妮·奥布莱恩 YSI 瑜伽经典研究院的总监，应世界各地人们的要求，他们同意撰写一本冥想的书，或将一系列教导集结成册，写关于如何做主要的空性冥想，重点强调冥想的技巧，延伸到进修的技巧。他们俩都完成了3年的进修，大进修。我觉得这很性感。我们有龙树关于空性的著作智慧，还有龙树教你冥想的步骤。有莲花戒大师将这些变得更实用，还有帕崩克仁波切让它更实用，赤江仁波切又让它更实用，还有奥布莱迪教你如何将它应用于现代世界。龙树、莲花戒大师，他们生于没有网络、飞机、汽车的时代。我们很幸运有约翰和康妮来做这些，所以当这些内容上线后，我鼓励你们多关注他们的冥想视频和书。让我们回到标题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标题：一艘带你穿越各种空性理证的海之船。意思是我送给你一艘探索智慧的船，我送给你一艘船，帮助你理解这本圣深经典的含义。它是经典之母，这本书是所有空性经典之母。以上就是标题。
我们读到了对空性经典之母的广告，如何穿越空性经典之母的海洋。那就是我们要做的。这堂课我们会开始进入不同的章节，不同章节的主题，阅读各个章节，搞清楚龙树所说的空性到底是什么。下堂课见，谢谢。